河源，我来了，我是外地的。河源去哪好玩呀？河源，古称茶城。关于这个名字，有着很美的传说。在古代，汉使乘茶寻河源，图遇牛女的浪漫典故。另一个来源是与地理位置相关，东江与新丰江在这里相会，形成了鸭字形状的江河布局。而在粤语发音里，鸭和茶同音，于是就有了茶城的别名。崭新的高楼，繁忙的交通，生活气息满满的街市。了解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，就是用双脚去丈量它。今天就用一整天的时间，来认识这座还未被很多人知道的宝藏小城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在河源唤醒一天的，一定是那条热闹的菜市街。摆满的摊位，拥挤的人流，小摊老板的叫卖声，叔叔阿姨们的砍价声，这原本是一场利益上的针锋相对，但他们都神态轻松，犹如邻里聊天般。逛完热闹的菜市街，趁着早上的凉爽天气，赶在中午高温炎热前，去桂峰公园吸取下清新的负氧离子。这也算来了这座城市爬过了一座山，虽然只有几十米的海拔，这座山很低调，山上的塔却历史悠久。桂峰塔俗称老塔，始建于南宋绍兴2年，也就是1132年。早在明代已经历了重修。六角形塔身，从外看桂峰塔只有7层，实际在内部设有13层。塔刹落在古塔的最顶部，塔身用青砖构筑，黄泥浆砌缝。立柱、角柱、栏额和檐下的华拱，精湛的技艺呈现出古朴典雅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。离开桂峰公园，步行穿过几条老街，就来到了鄂湖公园。这是一座藏在老城中心的明代古湖，开凿于明朝万历22年，也就是1594年。计算一下，距今已经有400多年了。据说鄂湖是当时的知府为了护城、蓄水、防洪而主持开挖的。40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的水利工程，如今已经变成了附近居民日常休闲散步的地方。在湖边找一张长椅坐下来，看着老人在树下打牌下棋，听着树上传来的鸟叫声，时间变得缓慢，
如果说早上热闹的菜市街是为家庭开设的，那太平古街就是迎接年轻人。跟很多城市大同小异的商业步行街一样，太平古街保留的是更多的年轻活力。街区很复古，两旁的骑楼建筑很别致很美。来到太平古街，最重要的是就是吃的开心快乐。太平古街简直是客家小吃的集合地，客家糍粑、葱油饼、萝卜板、绿豆饼、萝卜爽、猪脚粉、客家酿豆腐、九重皮、姜撞奶、五指毛桃鸡。在气温炎热的下午，再喝上一杯冰爽的奶茶，瞬间把疲惫带走，身体重新充满能量。傍晚的时候，又该换一个地方了。新丰江的临水步道，在这里慢慢散步正是最适合。江风带着水汽迎面吹来，大桥上密密麻麻的车流预示着大家结束了一天的工作。夕阳的最后一抹橘色柔光铺在江面上，两岸的灯火逐渐亮起。吃完晚饭后，来散步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与家人或朋友相约，步道变得比白天更热闹了。在这里散步还藏着惊喜，在晚上8点准时到来。矗立江心的喷泉水台，喷射出169米高的水柱，瞬间冲向夜空。喷泉表演持续大约半小时，当最后一束水花落下，人群渐渐散去，江边重新恢复了宁静。茶城一日，轻松惬意，这座不被大家熟知的宝藏小城，值得你为它专门安排一个周末旅行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个城市见。